所以 iPhone SE 的第4代竟然被取消了吗？嘿，大家好，我是Moody。那我们今天有几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吼。那首先我们现在讲到 Apple TV， 现在据说也要在 Android 系统上面推出。那我们这边讲的 Apple TV 并不是那个硬体的 Apple TV， 而是讲说苹果自家的这个影音串流系统啊，叫做 Apple TV Plus， 或是反正他们的命名叫什么。那其实这个系统呢，他们跟苹果生态链来讲，其实有点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毕竟是内容串流的系统嘛，所以他们其实真正的竞争对手比较像是 Netflix 或是可能 Disney Plus 啊，或是其他任何的影音串流系统。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起来的话，苹果要让它在 Android 系统上面推出，其实也非常有道理。那最大的目的性呢，当然是要扩大它使用的会员的人数。那可我认为 Apple TV 其实发表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苹果真的是花了非常多钱跟心力在上面，他们也推出了非常多得奖的大作。可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串流平台的评价还是算是非常的两极，或者说反应并不算是非常的热烈？基本上你只要是买一台 iPhone 或是买一个 Mac 或是买一个新的苹果系统，他们都会给你几个月的免费试用的这个时期后。可是以我自己啦，得到观众所提到的反应，或是我每次在影片里面有提到他们影片所得到的回馈来说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对他们的应该怎么讲，就是说觉得它是好看的，可是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很大的反应。那我可以讲我自己的看法，我看过他们几片，我觉得看起来都还不错，那他们的制作质感也算是都蛮高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去侵入这个很大众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他们其实缺乏的内容性跟他们的广度还是算蛮多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或许跟他们平台一开始想要走的方向一样，他们想做一些比较有质感、比较有意义，或是说可以在改变社会的一些看法的一些的内容吼。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到现在，如果你要走的是这条路的话，其实自然它所达到的市场就会比较小。那现在这个平台也发表了几年，我觉得到一个时间点，就是说，我们投资那么多钱，是不是应该看到有一点回本的时候？那我敢说到现在，其实还是非常赔钱的方式在做。苹果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公司，他们有最多的现金，可以去投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项目，让它去茁壮。那其实苹果一开始推出这样的平台，我们大概猜到说它的目的性可能并不真正说，一定说这个串流平台要赚多少钱。那可能比较大目的性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服务性的商品，像跟 iCloud 或什么都绑在一起，然后同时又让现在使用苹果生态链产品的人都非常习惯订阅跟使用这些平台的话，那自然他们离开我们平台的可能性就变小。可是呢，如果以 Apple TV 现在所提供的这个吸引力，那甚至是 iCloud 或其他的服务性产品所提供吸引力的话，我觉得还完全不到那个水准。那如果这么多年下来，这个串流平台还没有办法去赚钱的话，他们也必须要想方法去成长它的使用者数量，才有办法有更多的钱进来去投资更好的内容。那这个肯定又有点回到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道理。你要巩固现有使用者很习惯你的这些服务性产品，那你服务性产品的吸引力就要够大。那你想要吸引更多人进来使用你这些服务性产品的话，那你的内容也要够强。那所以我认为现在开始开放给更多不同家平台的也可以使用或者观看他们的内容，可以让他们加入会员，这个算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可是本身呢，可能内容一些让人家觉得说，非要订阅的这些理由需要先去增加，他们才能真正去扩展他们的会员数。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这个 iPhone SE 可能会被取消的这个消息。那这个也是郭分析师最近讲出来的。那这边他讲到是说可能被取消，或者是会延期。那他讲到的日期跟他上市的这个年份是在2024。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先前早点有个消息是讲到说 iPhone SE 第4代可能会提早上市，意思说从2024提早到2023年。那当初会有这样的讲法，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 iPhone 14里面整个数字系列的销量并不达到苹果的预期。那我们这边讲嘛，其实数字系列今年是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尺寸、大机型、大续航力的一个机种。那可能苹果本来的角度是想说，先前数字系列卖不好，可能是因为它的萤幕尺寸达不到一般人想要的需求，或是跟市面上其他的中间机种来讲，它的萤幕还是太小。那这次出了一个最大萤幕的机种，然后又给你非常好的续航力，应该会提升一些买气吧。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没有。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说这样的机型对市场没有吸引力，而是苹果对这样机型的定位跟它的价格其实是有点错误的。那其实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说，苹果也是因为今年的这个销售成果会大大去更改他们明年在15数字系列上面的定位。那这个定位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从一开始12开始有数字系列来讲，或说从11开始来讲好了，我们对数字系列的定义或是理解说，它应该比较像是一个接近旗舰机型的硬体规格，有一些小地方萤幕的规格没有到那么顶级啊，或是一些可能一般使用者没有那种在意的地方，没有到最顶规，可是至少可能在里
面处理器或它的相机差距都不会太大。而这次14跟14 Plus 系列呢，他们真的大大的减少我们先前对数字系列这个看法。首先它使用的处理器是上一代处理器，那它使用的相机呢，看你讲的是哪一颗，它有上一代或者是上上代使用的这个相机，光这2点其实就让很多人没有这个意愿去买它。然后你如果又在看它的价格的话，其实跟 Pro 系列好像又没有那么大的差距。那再看回来，现在市场上其他的中阶机种的话，它其实真的算是蛮贵的。那如果说所有消费者因为这样的价格的区分而吸引都去买 Pro 的话，那或许苹果觉得这样是 OK 的。可是以现在苹果可能会对这个产品做出调整的方式看起来呢，或许不止数字系列，连 Pro 系列的销量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但当然这背后可能有非常多原因，可能刚好经济不好啊，可能刚好通膨啊，或可能刚好碰到这次 A16本来问题就是比较多，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产品。那依郭分析师的看法呢，其实不止这个数字系列啊，连这个 S13先前的这个产品定位都让它的销量并没有达到苹果的预期，那也迫使苹果可能重新去思考他们这些中阶跟低阶产品的定位后，是不是应该整体做一些大改变，或者说是不是还需要保留这样的产品线。那其实 S1 这个系列推出以来最成功的应该就是 S1 的第2代嘛。那当初时空背景跟现在也有点不太相同，我们就讲说当初大萤幕的尺寸手机或者市面上这些中阶入门的手机，其实他们的规格也不一定有达到一个现在的水准。那你在当初的时空背景之下，你推出 S1 那样的产品，或许大家可以接受一颗镜头，然后配一个最强效的处理器，那其他的这些萤幕啊这些规格都没有什么去进步的话，或许1万多块的价格大家是可以买单的。可是如果在我们推到现在2-3年之后呢，1万多块的价格人家可以买到3颗镜头，那甚至一个还不错的中阶处理器来讲，那这种时候你还保留一个这么多年前的 S1 系列的设计，然后放到现在的市场上，不管这些里面配再好的处理器，那你又还是使用指纹解锁，然后萤幕占比也还是这么的小，说真的你让它卖得好也是非常的难。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 S13是距离 S12 2年之后还推出一个这样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依郭分析师的讲法，如果 S1 的第4代又使用这种全萤幕的设计啊，使用 Face ID， 那也势必让它的开发成本跟产品的成本跟最后终端的产品售价再向上提升。那如果提升到非常接近这个 iPhone 数字系列的话，其实数字系列本身都已经卖得不好，那如果你又再出一个更低阶的产品，萤幕可能又使用 LCD， 规格又更不好，然后价格又没差多少的话，说真的市场上有多少人会愿意买单？那不买还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如果因为不买而转而看到现在市面上如果有像 Google Pixel 啊或者其他 Android 的手机，大家可能会去做对比嘛，说我好像一样2万块我可以买到一个这么多的规格，这么好的硬体规格。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讲说 Android 他们所使用的处理器，那慢慢有一些台积电代工的处理器出来之后，它的效能跟性能也没有那么差的情况下，那可能以我们这些人会看的说，至少它配的是一个很高规很棒的苹果处理器啊。可是我们再退一步想回来，在中间入门的使用者来讲，他们到底有多在意这些处理效能会好到哪里去？我想应该是少数吧，可能知道里面 A15、A13、A14 的处理器差距的人都非常少。那如果苹果因为这样推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中阶产品，卖偏高的价格，反而失去掉本来可能会有的客户，然后因而让他们转而去看到 Android 市场的话，那或许也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这是我的看法。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新闻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了。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猎人，我们下次面见，拜。今天影片的赞助商就是 Unipapa。OK， 那他刚刚有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那这边床目前他们有4个不同的等级，感觉如何？但我不知道怎么选，它的支撑力都是很平均，所以就不会好像有单一个部位太塌陷的感觉，所以这样好难选。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睡这个床应该有1个月又1-2个星期左右。为什么后来选择这2张 Pro 的版本？一张床可以睡个10几年嘛？那我其实也那么久没买床了，那我就捏一下，就买一个比较高阶的版本。可是其实你仔细去看它的价格定位，跟外面很多那种更高规，可能我睡起来要达到这种感觉的床垫，它相对起来还是便宜非常多。然后它又是台湾设计、台湾制造，个人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蛮有信心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大家。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跟 Unipapa 合作一个特别的优惠给我们频道的观众，就是你不管在网络上购买，或者在店里面，你可以输入这个折扣码 Apple Dad 的话，你就可以免费得到1组这个有序延长线65瓦的快充板，真的就是一个蛮特别给我们频道观众独有的优惠。好，那如果你对这个床垫有兴趣的话，我会把相关连结、折扣码还有这些资讯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人可以再去参考咯。